好，伊朗说他打了油轮了，那油价上涨，台湾估计下礼拜汽油大涨3.2块每公升，涨幅史上新高，一下涨那么多哦。那另外呢，如果战争再拉长，他们是说如果拉到这1个月，油价可能上到120、130。那经济部长已经说了，真的都不行的话，4月要用燃煤发电了哦。那另外呢，经济部长说3月还是稳定的，实在不得已，因为人家骂你燃煤对身体多不好啊，肺腺癌还不够多啊。最后手段啊，后面手段，还不是最后，后面4月，卢秀燕说啊，断气改燃煤4月，你政府清楚讲清楚你的对策啊，因为台中啊火力发电厂，但好不容易哦，这个稍微熄火了一阵，怎么又来了？那桃园副市长苏俊斌也是学环保的哈，他说呢，空污的监控跟减量配套应该同步到位嘛，你不能到时候就是烧煤，那环境怎么办呢？肺怎么办呢？哦，那国民党立法委员徐宇珍也骂说，搞了半天，民进党能源转型是用废发电了，最后来变成用燃煤啊，哦，就是你。核电明明可以占20%，又便宜又稳定。当时就跟你讲，这个电啊，万一当时想的不是伊朗啊，但是老共如果封锁台湾海峡怎么办呢？让你这个天然气不能来啊，结果那边没封锁，想办法荷姆在海峡封锁，还影响到台湾。哦，所以用天然气，而且天然气要占到1半以上，50%以上哦，绿电现在只占一点点了，而且靠你天吃饭了。所以呢，你的能源转型最后是用烧煤、用电来。用这个煤来发电了，那经济部长暗示说4月不会调电价哦，油价会涨，电价不涨哈。我们看一下，早餐店内必须用到的瓦斯，光是这一家就预备好几桶。但对于中东情势，我国主要天然气来源国卡达宣布停产，就占了33.7%，505爽3波了，好不好？担心没有瓦斯天然气可以用啊。做吃的业者有够担心，就怕台湾储量不够用，但不止天然气受影响，国际油价飙升。依照公司估算，下周汽柴油原一大涨4元，考量亚铃最低价机制后，估算下周汽油仍大涨2.1元，柴油大涨1.1元。下周油价会大涨吗？4月是要开始燃煤了吗？有油价大涨的情况吗？政府部门态度保守，不过美英战事若是拉长，经济部评估4月要燃煤发电。桃园市副市长5号出席行政院会，认为林口发电厂虽在新北，但影响范围却在桃园。而台中市副市长郑兆兴也提到，中央原预计今年底拆除2座燃煤机组。卓院长呢，在昨天的行政院会上当场回应目前在以气换煤的期程上还没有改变。如果说燃煤开始要启动的时候，它的空污的改善措施，那我们会要求台电能够做好它该有的责任。至于位在高雄的新达电厂，原先条件以1年运转不得超过720小时，是否也要有所调整？从民生到产业都需要用到电，执政党立委帮喊话，政府会有万全准备。好，这个油价到底怎样呢？然后这样是不是用电发电？吴征怎么看？我觉得其实也不需要急着现在去批评政府的一些因应手段。当然例如说这个苏立明局长他提到说，你要搭配是不是一些减空污啦、减量配套措施？我觉得这我赞成了。那只是说，因为现在各个亚洲国家我们都面临到类似处境嘛，包含我们现在经济部做法也是要大家去到亚洲的现货市场上赶快去扫啊，天然气啊、油啊，那包含南韩、日本，其实现在大家在做一样的事情了。那刚刚大家提到能源，那又扯远一点了，只是说现在对关于核能的话，其实台电现在也都我们也知道它已经在进行这个核3厂的研议的这些安全相关的评估嘛，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已经在处理的问题。那还是回到讲回来油价这个事情，因为国际原油的价格大概本来开战前的1桶60几美金，现在上涨了1桶80几美金，那大概已经上涨了16到18%，所以这个确实是蛮紧张的一个事情。刚刚大老师说你觉得还好，我自己也蛮紧张的，因为当然提到嘛，就是说我们上一节在讲说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受惠啊，因为俄罗斯它本来就靠能源出口赚它很大一块。美国的影响其实没有很大啊，因为美国现在能源出口国，但当然现在也会估说，这个石油的价格上涨，以美国来讲的话，可能会增加这个 CPI 通货膨胀的指数，但他们受创不会很严重。好，现在根据一些模型估算，假如原油价格涨到1桶破100的话，那美国今年的 CPI 可能会成长0.6%啊，就是这个通膨指数成长0.6%，那看起来是一个可接受。不过对美国来说，
因为川普之前换了 Wash 上来当这个联准会主席，他们本来规划今年是要进入降息的节奏。如果通膨起来啊，那降息空间可能又受限。所以我也同意刚刚大家讲的，就美国政府立场来讲，应该不会放任这个油价涨上去。可是对亚洲国家来说，我们更紧张了，因为这个我们就是大幅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嘛，所以大家看这几天韩国股市大跌，日本股市大跌。台股也受到冲击，影响很深，所以我们当然关注说这个原油的问题什么时候能处理。那刚刚讲到封锁，其实现在问题大概不是在军事封锁了，就是说现在荷姆兹海峡没有实质的军事封锁，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嘛，现在伊朗的军事能力已经被大幅削弱。那所以刚刚讲到说啊，是不是中国的油轮就可以过去呢？其实也就那一艘而已。那现在真正问题在什么？问题在说有大概本来全球的主要承保航运的保险公司7大家。那这7大家呢？现在他们前几天发联合声明说，这个不承保现在荷姆兹海峡通过的这些邮轮，那变成说你每一家这些邮轮，这个 VLCC 就是超巨型邮轮，那你没有保险公司来承保，船东不敢让你开出去，港口也不敢接，所以变成说哇，确实荷姆兹海峡那边虽然没有实质军事封锁，可是邮轮出不去了。那按照现在对全球的冲击，大概现在全球就是大概10%的这个 VLCC 超大型邮轮卡在那个地方。那不止这10%，那在你算其他地方，但是要走荷姆兹海峡，大概占到全球原油运输的20%。所以现在这问题在这里。那现在目前我们可能关注就是川普已经宣布说，好，那这个英国这些保险公司不承保，派美国的 DFC 就是美国的类似一个政府的开发基金，我来承保，美国政府也当保险公司。那按照他宣布呢，大概是这个周末要开始运作，所以可能我们到下礼拜就会看到说，那民间的这些航运公司会不会有了美国政府承保以后，他安心，那油价可以回稳。他们说一个邮轮的保险费，因为现在战争可能到100万美金以上。来，美玲。这当然就是一种封锁啊，怎么可以说它不是封锁？那只是说，你看伊朗很清楚嘛，他打邻国主要打什么？打炼油厂啦，打这些天然气设施啊，他就是要告诉全世界说，今天如果我伊朗其实被攻击的话，我就是要把这个代价就是转嫁给大家嘛。那同时呢，在军事打不赢你，我就把这个中东这个区域的一个战争搞成是全球的一个经济战嘛。那所以他不管是用这个无人机或者是用这个导弹，或者是埋这个水雷等等你不要去管说谁承保谁不承保，重点就是今天承保以后，船公司敢来嘛。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已经被封锁了。但它这个封锁其实对台湾的影响，其实当然也是很大呀。因为我们看到数据上讲嘛，就说我们现在从荷姆兹海峡进口的原油比例高达62%，天然气比例也高达34%，其实这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战争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去思考2个方向，进程是看我们眼下我们去怎么去处理我们自己能源的问题，远的方向我们本来就应该要检讨错误的能源政策，该要承认，该要讨论，就是要做嘛。那结果呢？经济部龚明鑫讲什么？他说他有对策。那我们一听有对策，不错，听听看。第一个对策是说，我们来跟美澳谈谈看，说，我们有这个长约，你要不要提早来？可能吗？不可能的事情嘛。第二个就是说，不要怕，美澳不行，我们还有日韩是我们的好朋友。日韩自己去看，今天美国都说这战争可能要打到9月，万一更长呢？眼下大家都要去做短中长程的一个规划，哪有可能会调度给我们？那最后就说好，我们来现货市场找。那刚才吴正言讲了，现在大家也都在现货市场找，那找得到吗？第二个呢，还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还有这个金额很高所以我们在讲说，你看现在说3月没有问题，那事实上3月很快就过了。到了4月的时候，其实4月天气要开始变热，然后你要开始解除这个减煤的管制。所以我想，卢秀燕市长当然第一个就跳出来质疑跟跳脚嘛。那这不是很摆明的，就是用废发电的2.0版嘛？还是说让大家又要用一些这个情绪性的事情来用爱发电呢？我想能源政策不是这样啊，还有未来会不会限电等等我想能源政策是错误的这件事情，其实大家早就在说了，所以不应该只是说见招拆招，而是要有短中长期长远的规划。我补充一点因为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他就说川普打这场史诗之怒的大战，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原因还是为了石油。他打委内瑞拉也是为了石油，打伊朗呢也是为了石油，而且呢是要让这个断了这个伊朗的油之后呢，要让这个中国呢转移它的买家因为中国现在呢最大的石油的来源就是俄罗斯跟伊朗占了其中的一个部分嘛当然中国的石油的采购的。它的方向还蛮多元的可是伊朗呢，却是它出口到中国大陆的这个石油占比非常的高，所以那个《华尔街日报》在这篇独家报道里面呢，还透露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准备在3月中旬跟
中国大陆的财长啊，这个何立峰跟中国大陆的何立峰碰面的时候呢，要跟这个何立峰呢谈哈，就副总理啦，何立峰要提出来说，请这个中国大陆呢采购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就不只是大豆啊、波音等等，还要这个地方。所以呢，美国呢打的一个大算盘，它就是要把全球的石油的能源，还有格陵兰的、北冰洋的这个资源呢拿在手里啊，就是打的是一场经济大战，它要巩固它石油美元的地位。可对台湾来讲很惨哎，我们说天然气，我们只剩下11天。11天之后呢，如果我们一旦面对断电，甚至于停电的危机的话，我们的半导体产业、AI 产业全倒。因为龚明鑫说真的不行哦，去跟日韩去调货了，日韩不会给你货的，还不如跟大陆调货。我讲实话，因为河姆海峡现在不封锁大陆嘛，中国船铁娘子都经过了，对，从那边过来啊，哦，从那边过来，那这样的话，你不是说是两岸一家亲吗？你自己讲的啊，把货给我们一点。就我们的这个急啊，救急啊，哦，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能调？哦，你不要管政治嘛，从经济的角度为什么不能调？接下来再回来，他会答应。好，那立法院今天把这个军购预算呢复委了哦，3个党这边都签名哦，党团的负责人啊。那另外呢，赖清德说国家安全维护不打折，你们都给我打折，折来折去怎么可以折啊？那另外有3个军购发价数要到期了，所以民众党提案授权行政院先去签署啊，然后呢已经进复2读了啊。那国民党的案子是3800亿加上 N 啊。那原来是3500亿，后来他们昨天的党团开会等等，就加了300亿啊，3800亿加 N， 而且把当时美国宣布卖给我们111亿的8项军售案放进来。那但是呢，这个而且牛许婷说理由了，说这是台美合作项目都放在里面，所以才从多了300亿，3500变成3800啊。那另外呢，他们说到2028，为什么赖清德任期只有4年，你怎么搞了8年呢？你怎么把下任的总统谁不一定啊？对不对？而且民进党里面是不是一定是你也不一定啊？哦，当时赖清德不是要挑战蔡英文嘛，在第2任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就你任内就到任内嘛，你连任再说嘛，哦，那或者其他新总统再说嘛，所以才符合特别预算的急迫性啊。所以你一个预算搞了那么多年啊，哦，那总统府喊话了，说呢不要让台湾的安全蒙上风险，然后。说因为呢3800加 N 蒙上风险哈，我觉得民进党好像应该感谢国民党，这翻脸不认人的。民进党是你记得吗？赖清德在过年的7天里面有5天都在讲说拜托让复委，拜托复委，他只讲复委啊，他也没有说一定要按照我民进党的版本复委啊，他说只要复委就好，记得吗？他只要复委都可以讨论嘛，你记不记得他们讲这个话？那现在复委了，有没有挑三拣四？让党团在立法院去审查的时候去讨论，他一定有政党协商嘛，去扯就好了。哦，你开始说啊，只要复委就好，现在复委又扯说哦什么要我们案才经过专业评估，哦你们让我们蒙上风险，我觉得太不够意思了。你不是讲怎么才过一个年，怎么立刻就人家一复委态度就转变呢？顾立雄说你是封杀了我们5大军购，哦什么时候封杀你5大军购？他说因为国民党搞了一个2028年，哦所以民国117年，所以呢你叫。说在这期间里面要通通交运完毕，做不到嘛？那不就等于封杀吗？这什么叫封杀呢？美国延期200亿到现在没给，你也没封杀他哦，他延就延了嘛，最好他能够准时交货嘛。那延怎么办呢？延你也不能把他杀了哦，所以哪有实质封杀？这个是乱讲啊。那顾立雄说 ，N 是不存在的，国民党其实就是给3800亿，那个 N 根本没有。什么叫 N？ 没有。我们看到就是3800亿，哦，而且呢，年限哦等于封杀哦。国防部说呢，如果没有办法及时获得这些军购的这个内容呢，等于影响我们的急杀链的建构。我们要急杀，老公要打我们要急杀他哦。然后呢，林俊宪更扯，
他说北京已经定调就是3800亿，那这跟北京有什么关系？那原来3500亿呢？那是北京定调，那北京那怎么改变的呢？看一下数字的联想。我要感谢韩国瑜院长以及立法院朝野党团的支持。感谢朝野，因为等了大半年，1.25兆国防特别条例6号这天终于交付委员会，对国家安全的维护是不打折的。但相较于总统的感谢，看到蓝营版本的国防部有所怨言。如果依照这样子，那就等于我可以说，那就实质的封杀这所有5个案子，因为不可能执行嘛，不可能执行。顾立雄重复3遍，因为这蓝营的3800亿加 N 版本，把条例施行大限从行政院设定的122年变成117年，应声缩短5年。同时还设置惩罚条款，明定计划执行进度低于核定50%，就要将首长与相关主管送监察院惩戒。我也不晓得，我应该要怎么说？但蓝营则说，相较原本的3500亿，已经多给了300亿元，加案的部分更给国防部弹性支用空间，即使可以让他们国防部有这样的一个预算的支用。1.25兆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我们是经过2年的内部评估研究，而且是经过美国政府以及国会一再的肯定。那为什么他把3项编进去，那另外5项你又不编？那可见你是觉得它不那么重要吗？还是怎么样？一拖8年，那你的急迫性在哪里？写这个条例的这个人，对等于我们没有来听这个我们的专报，对于我们整个军购的这个程序也不了解。这就是院版与党版的差别，但同样自提军购版本的还有民众党团。昨天看到中国国民党的版本之后，我们也做了一些比较了哈。台湾民众党的版本哈，应该还是看起来是最完整啊。不想被贴上反军购的标签，国防特别条例副委朝野各自掌握话语权。老沈怎么看？他们这个军购案，好吧，让乃金先讲了，他是那个文传会忘了，来。昨天党团的讨论的过程，好像大家也是充分交换意见了嘛，哈。那我想是党的方向跟立场呢，其实向来就是都很明确啦。第一个就是我们支持军购，哈。然后呢，在美国呢已经宣布发价书的这样子这个规模的预算下面呢，我们就会尽快的编列，而且昨天已经把案子送出去了啊。然后从速通过有效采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反对这个商购啊，因为在过去的时候呢，不管是拉法叶案或者是达正案，都是商购呢留下来的弊病。那军购呢，因为有政府的保证，它可以呢避免掉呢绝大部分的这些的弊案啊、人谋不臧啊等等这样的问题。而且呢，这个商购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商购呢没有政府在背后做保证，它对于后期的维修等等啊零件的汰换，它都没有办法有系统的呢持续的供应，这也是我们反对商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在行政院呢匡列的这个1.25兆特别预算里面，有3000亿的所谓的自主国防的部分，我们认为呢应该是编列到这个年度的预算里面啊。我想呢在大家外界呢不断的这个质疑说啊，你这么金额太小了，你这3800亿太小了，还不如这个民众党的4000亿，或者是说党内也有其他的委员啊提出一些不同的版本。但是我要强调的一点就在于是说，整个军购呢，我们现在看呢，大家就好像在这个预算的规模上面做文章，但它并不是喊价嘛，哈，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呢，我们编的这个预算规模越大，我们就能够实质的采购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国防的武器，好，符合我们建制我们国家安全的需要，它不是这样子啊，军购是一个很复杂的流程。然后你过去呢，国防部方面呢也曾经公开的讲过，过去呢，因为呢美国呢方面呢批准的程序，各方面的议程呢，常常跟我们的预算时程不能够配合，在这样的情形下呢，它其实是会造成我们财政安全上面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更何况呢，现在呢，川普政府之前的时候，美国国会说我已经通过就是3500、111亿之后呢，《金融时报》传出来说又有一个什么200亿规模的等等啊，然后《纽约时报》呢又报道说，因为川普要到北京去啊，所以呢可能
能会延后这个130亿。所以我们怎么可以把我们的军购呢架构在这样子的一个没有得到美国官方证实，甚至于没有实际的进入这个议价以及国会批准的程序，你突然的就把它框列在那个部分来规划的话，对于我们国防的安全来讲，它其实就是一场空啊。不，基本上哈，郭立雄讲得很绝哦。他说哦，你们给我3800亿，哦，原来3500亿是要买美国那个111亿美金卖给我那个8项，但是那里面的 AH-1W 直升机零附件、鱼叉飞弹整个项目，我们已经编到公务预算了。这很奇怪啊。那既然可以编到公务预算，为什么都编到公务预算呢？为什么要特别预算？这是第一个，他可能说有时间延续性。第二个，给你钱太多了，是不是？他本来是包括这些啊，美国公布的是114亿美金，包括8项，包括这些，他这里面编到常态预算了，那是怎样？那要从3500亿里面再扣吗？不，你不需要这个钱吗？这不是很奇怪吗？来，董继雄。他的意思就这样，我们觉得比较荒谬，就是说今天讲的冠冕堂皇哦，我这是经过了这个专业的评估跟考量。坦白讲，军事采购本来就是要经过专业评估考量。台湾现在最优的这些战略武器啊，从幻象2000、F-16、爱国者飞弹，都是国民党采购的。国民党很理解两岸之间我们需要什么，国民党从来没有反对经购。好。咱台湾人讲关门的窗，秘密的看。你这3800亿是因为美国有发价书来，咱要买咱海马斯，什么回，咱拢知啊。好，那多少钱？大概就3800。哎，你自己还讲出来，有一部分你已经编了在这个一般预算里面。如果是他，我就不讲这样。当然不讲啊。那你这样不是？那你讲出来，现在就是说，你还要去兜其他的干什么？我跟你讲哦，今天我们还没有谈，各位这些发价书来的时候啊，美伊战争还没有开打，现在整个过来要补充的这一些生产出来的武器啊，要先补充以色列，还有被打掉的在这个美国中东驻军的这些基地，再来从韩国还有其他盟邦欧洲调的这些，他们都要先满足的，他们是有战略结盟的那我们只是采购，所以你说经过了专业考量，那我要请问你，如果真的是经过专业考量，那为什么会茶叶店跟水电行出来买军火？你告诉我这够专业吗？我一直在怀疑说这是为了洗钱哦。为什么？因为一般的大公司不可能帮你洗钱。我要对股东交代，我要对股民交代啊，我要对公司交代啊。那我帮你们做洗钱的工作，我会吃上官司啊。艺人公司我帮你洗啊，洗完了我弄个几千万，我关几年我就回本啊。这你到今天都一直不讲清楚、说明白，不能查。甚至当事人都说他是人头不要忘了，他当时是有缴2500万的押标金，他是不可能有钱做押标的。那从这个金流很早就可以查到后面是谁提供这个押标金的，就是谁在主导那个案14亿8千万的案嘛。虽然买的是子弹，虽然买的是火药，但这些都是军火采购，那这有经过专业评估吗？没有啊。再来，我们讲赖清德讲的就是台湾之盾，坦白讲，最主要就是爱国者3为基础的。那现在爱3整个美伊战争下来，乌克兰下来，我请问你，他什么时候能交货？我们今天还没有谈到这个细节哦。原本如果5年可以交给你的，我跟你讲，最少要延到10年。好，那你告诉我，两岸这么紧张，2027啊，再来一个2030。再来一个2035，这个都在10年之内，所以你的专业在哪里？我们不是跟他吵架，我们知道我们起码要跟美国维持一个很良好的关系嘛。美国人也不敢叫你说一次1.25兆弄下来，他才给你编了111亿美金呢，所以看到原来你们可以搞400多亿所以他才会有另外一个计划再生出来。
这不是在，如果你是专业的话，你会是一次我有几个计划，一个计划多少钱，所以我们需要一次编足这1.25兆，现在不是这样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军购这个案子啊，现在各个版本嘛，民进党1.25兆，对不对？民众党4000亿，然后国民党3800加 N， 再怎么批评，就是说基本上民众党、国民党都还有东西出来嘛。那你民进党的1.2兆内容是什么？看不到内容啊，那这是机密吗？我看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啊。老美卖你的都可以公布，也不是一个这个武器也不是什么秘密的武器，卖你什么 F-35哦，也不是卖这些东西啊，什么核子潜舰这些都，甚至卖你 F-35，卖你核子潜舰都不是机密。那民进党只要拿一个东西出来，如果拿东西出来说，你看老美我们这么好东西，我们不买，你们真是有眼无珠，这可以吗？没有东西啊，你要相信我，那民主政治就相信你啊。民主政治可以这样讲吗？你总要东西拿出来嘛，老沈。你上一节本来点名要我讲话的，你临时刹车把它收回去了。不，你是对的，你是对的，因为我们在座有刚刚上任的国民党的高级党官在座。你要先听他的讲法，就是乃金的讲法，所以我没道理在他前面讲，对不对？你是对的，我先肯定你，然后下来我就要肯定我们的高级党官。我觉得乃金刚才讲的很不错，因为他是讲的很圆满啊，你看真的打围拢过掉了啊，不难看，不难听，不就不犀利，也不够哈，人家坦白的讲整个过程。我跟你讲，乃金真的是可圈可点，但是下来我要讲我这个比较，我不怕得罪人嘛，我真的替国民党在这整个过程中，就上10次以上的不让他复委，然后在黄国昌的案子进去了以后，啊，到现在最后终于出来了，这个就拍生呢。这个哦，看起来哦，又像是屁股要出来，又像是2个脚要出来了。本来头要伸出来的，但是这个最后这个头是出来了，但这个中间是经过很多波折。你看有智库的版啊，然后呢，国会经不起，鼓励人一天到晚在那边叫嚣，然后美国国会有3个 Gallagher， 还有一大堆37亿，后来37的，对，写信的是不讲了，正的当面用嘴巴讲的。一大堆国会的压力，所以呢，我觉得国会出现了什么？国民党党团啊，开始顶不住这个压力。那徐小新有他的暗示啦，那个林涛不是国会议员，他也有他的建议啦，人家就把它解释成是朱立伦的意见哦。然后呢，这个卢秀燕要去美国，都还没有动身，你也请大家吃饭，然后表示一下说，哎，我觉得这个好像你们这个价码太低了。卢秀燕也有意见，马上要去的，11号就要去的了。我跟你讲哦，到底国民党会看起来没看起？美国的小可拍一个假球，你我要吵死啊，对不对？哦，我真的是替国民党捏了，不是1把冷汗，3把冷汗啊！终于呢，最近这昨天这样出来的长官，我替你觉得宽慰不少，因为终于这个囡仔正杠头壳先撸出来，而不是屁股出来，也不是脚先伸出来，而且呢，你们整个都在最后整个过程中，你看像陈永康唯一的军系立委啊，竟然不讲话哦，而且讲话讲的又不三不四，这种情况啊，让国民党让人家觉得说，那这个不是没共起来啊，所以终于3500、3800加个 N，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复委以后，将来3案并成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国民党的立场，你们最近目前讲的话，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啊。这等是没共起来，你的1.25兆开始真歹讲哦，你3500亿、800亿也共起了，所以呢，我真的觉得说，终于国民党，终于经过这番波折，终于觉得可以不丢脸，可以见国人，而且这么大的一笔预算，这么重要的，我们龙盖现在公告讲好啊，你刚才有矛盾哦，但是我要利用你的矛盾来赞美你，因为什么？你刚才又讲啊，这个算来算去没有10年，这是海马式，
不能到手啊啊！然后你又讲哦，现在海峡的情势非常的危险，你不是矛盾了吗？他没有矛盾了，是他们讲说海峡啊，你觉得海峡有那么危险吗？没有，美国矛盾啊！我跟你讲哈，是美国人讲的。因为可以拖那么久，海马是没有办法到货，就表示不危险的嘛。这大家都不会讲，我以为海峡从来不危险，而这个不危险不是去求来的，是老共选择不打啊。为什么老共选择不打呢？对他有好处。好棒棒，我们换个话题了。徐国勇南下唱歌，情歌，情路放我过，你看很久。秘书长可以这样吗？秘书长可以调侃自己手下的大牌委员吗？他叫王定宇爱惜羽毛哦。我觉得不像金楼棒蛙鬼。好，那中常委还保不保？徐国勇说不是我能决定。对，这就对了。不是我决定啊，这就对了。那另外呢，这个是不是代赛中华队？因为中华队昨天跟澳洲比输了哦，然后呢，陈杰宪手骨还打断了哦，破裂了。王定宇、沈伯洋。独派都飞到东京看球，被骂爆了。你们去干什么？代赛，棒 K 的赢啊，阿 K 的输啊。你同意吗？你同意吗？我不同，不管我同不同意嘛。这可笑，不管了，反正是网络上嘛。那另外呢，陈伯洋撇清说价值观跟民进党支持者不一致，所以是不是跟青鸟切割？哦，那什么样叫一致不一致？所以网络说酸他说青鸟要被民进党抛弃了。什么叫做青鸟的价值观跟民进党支持不同？哦，原来大家就合二为一的，现在居然不同。我们看一下。24年台派支持者抗议国会滥权，发起青鸟行动，这群人也自称是青鸟。当时不少民进党立委现身相挺，不过现在民进党被质疑。有网友发文指青鸟是否都不敢承认，因为他们的发文起手式都是我不是青鸟，也不是民进党员，只是爱台湾的人。没想到引来沈伯洋回复说是事实，更贴上相关调查，强调透过数据会发现青鸟价值观跟一般民进党支持者价值观有一定程度的不一致，但不少网友不领情，纷纷执意开酸沈伯洋切割青鸟。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好疑问的啊，反而呢，因为网络上尤其是很多人在配合中国，不断的想要贴这个青鸟行动的标签。今天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就说是青鸟在出征，这个无疑呢是想要让这一个运动呢去贴上一个负面的形象。如果你去问去年罢免的群众，哪一些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哪些不是民进党的支持者，照样都可以得到类似的答案。立院战友陈培瑜也缓颊，伯洋要提醒我们的是，请民进党的所有党公职不要误以为所有的青鸟都愿意无条件的支持民进党。难道支持我们国民党吗？还是会支持民众党？没有吧？这青鸟很显然就是把蓝白当成卖国贼、当成仇人在攻击的这样的一群人。的确，对国民党立委来说，青鸟绝不是自己盟友。休息一下再回来。先好。金华城3月26号要宣判，没几天哦。柯文哲儿子从东京大学拿到博士班，拿到博士要毕业了，所以陈佩琪今天接受中广王浅秋的访问的时候说，他要帮柯文哲申请解除禁管。那会让他解除禁管吗？我想不容易哦，不容易，因为3月26号要宣判了啊。那另外呢，这个因为柯文哲在关起来的狱中被遭逢他爸爸过世的时候打击非常大，所以陈佩琪说，虽然他是学医的，跟老沈一样，但是柯文哲会找灵媒来问事情。哦，找灵媒，为什么呢？因为有灵媒说跟他说，柯爸爸会来跟你讲什么事情，他就相信了，我爸爸要来跟我讲。哦，所以他马上去就跟人家去讲了。那有灵媒跟柯文哲说，然后就问他说。柯文哲就是说，那我爸爸讲什么呢？跟你灵媒讲了什么呢？哦，说柯文哲还想问柯爸爸说，我要不要原谅民进党？民进党这样对我，哦，好，那反正就是人很多时候就是没办法了，已经觉得人力有时而尽了啊。那另外呢，陈佩琪的脸书账号刚复活，就骂赖清德说你是制造仇恨。请问你到底跟在野党有什么深仇大恨呢？为什么要发动党检媒如此对待在野的自己的同胞呢？柯文哲也是你的同胞啊，要这样对他吗？
哦。那另外呢，这个柯文哲说跟绿营的关系很密切，陈佩琪就打脸赖清德说啊，顾你自己的脸皮啦，哦，我们谈安内啦，哦，那到底陈佩琪会不会原谅赖清德？我们看这个画面，陈佩琪一面接受王浅秋的访问都哭了。陈佩琪说：“看看青鸟对我的仇恨值就知道了。为什么原谅？青鸟这么恨我？哦，只因为柯文哲原来是民进党推荐的台北市长，后来跟民进党分道扬镳，就这样恨我。那另外呢，陈佩琪被问说，柯文哲2028年是不是还想选总统？另外呢，陈佩琪是不是被邀请去选竹北市长？哦，那他说黄国昌曾经私下问柯文哲，能不能让陈佩琪选竹北市长？因为陈佩琪医生的形象跟竹北的高科技业产业环境很配合，而且当地的民众党支持度很高，上次选举支持度很高。那柯文哲回应说，没有听过陈佩琪有参选的打算。哦，至于柯文哲2028年会不会再选总统，陈佩琪说，我不会阻挡他，我会尊重他的决定。看一下。我就跟他讲说，你爸爸不是那个样子的。讲到儿子，忍不住眼泪，因为儿子柯富尧东京大学的毕业典礼已经延后1年，就是希望父亲柯文哲可以出席。因为26号要宣判，那个审判长就是坚持他要亲自出席嘛。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去2-3天之后，你就赶快回来呀。但是这个要提出申请啊，因为时间刚好在宣判前几天，陈佩琪就算申请，但心里早就有底。陈佩琪复出上广播节目，透露选举话题没少过，而且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曾征询他选竹北市长。是国昌私底下问我，现在说，我们竹北市长目前好像在1-2个月前吧。那找不到人啊！那个佩琪很适合，他的形象很适合那个竹北，因为都是一些高科技的人在那边。没有参选规划，但辅选尽力帮忙。一旦这位最强的母亲加入到辅选的角色，我觉得对候选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加分。像先前请他一起去扫市场，我发现在亲和力来讲，他在市场非常非常受欢迎。是民众党母鸡之一，指党内台北市现阶段没有推出市长人选，传出民进党持续扶军计划，立拱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出战台北市长。曾经被点名的陈佩琪强调自己只是台北市民。我虽然是台北市民啊，不过这个选举的那种政策，每一个党要推什么样的人，我想这个应该都是他们自己的一个考量，选一些民代或者是一些行政的一个官职，我个人是没有这样子的考量。上节目也声援丈夫，无论选举还是司法审判，柯家和民众党选择正面迎战。可是我觉得说陈医师他现在很多发言其实就是有点不是很理性啦，因为说实在的，就是他说啊这个什么他原不原谅赖清德什么，但是说实在，我觉得没有这个议题嘛，因为就不是哪一个人要去陷柯文哲于罪。这事情很单纯，就是柯文哲任内核发了金华城容积，那照这件事情有没有贪污，有没有舞弊嘛？那你总不能说，那柯文哲都是金钟罩铁布衫啊，只要他有涉案，检察官司法程序启动啊，就是那党检没要弄你。那我觉得这样也不是很正确了。但是我可以回应一下刚刚我们在讲国防这个，因为我觉得跟台湾比较相关了。就我觉得就是说，放上党派的标签，大家很容易陷入到既有的对立里面。但我觉得国防这点，我们回到本质来看，其实就是我们台湾有一个需求，那美国是卖方，我们这个卖方他提供方案能不能满足我们需求？所以其实撇开党派不看，就像刚大家提到，其实国民党最近很多人也提出不同意见嘛。因为民进党我们当然一直是希望政院的1.25兆版过，可是包含像例如说林涛说他觉得9000亿才能防卫台湾啊，例如说徐小新委员提了一个8000多亿的版本，那例如说陈永康委员也是国民党选的这个国防专业的部分区立委，他支持政院版的8年1.25兆。当然现在国民党智库提了一个3800亿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希望下礼拜之后终于进到委员会里面，大家可以比较理性的来看待我们的防卫需求。那我还是讲几个，我说为什么我们刚前面有谈到说，今天政府立场看起来是不认同3800亿，因为有几个重点啦，包含说，其实刚前面我们讲很重要，战场现在的无人机，其实现在美国跟台湾要做无人机产业链的整合啊，这个在3800亿里面没有的啊。第二个是交期啦，因为这个国民党版本里面写死就是你2028年底
一定要执行完成，过了2028年就不能再拨付特别预算了。可是其实我们看，例如说德国买海马斯，他们2024年中2024年5月跟美国买3套海马斯，当时的合约达到是2027年底交货，所以其实各国要去筹措这些军购跟美国买都需要一定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已经2026年3月了啊，你定一个说2028年底前没有执行完，那就不执行，那这是为什么顾立雄讲说那会变成挚爱难行啊？那董杰兄，这个不要再谈军火。坦白讲，美国对台湾的工作做得很深、很到位，这我们都很理解。那如果只考虑到美国的利益，那都不必讨论。不要说1.25兆，就是2.5兆都可以给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是捍卫中华民国一个最基本。清德兄不是常常在讲对等跟尊严吗？我认为他自己也很清楚，那我也体谅他受到很大的压力。坦白讲，朝野各党都受到美国很大的压力。当然，难道我们台湾人自己不能够好好的坐下来说，我们如何捍卫自己吗？对不对？这很简单啊，不求什么。那陈太太那个陈佩琪，这个就是被谈到，清德兄，你上任不到2年，为什么各界包括民进党你的同事？都觉得这2年来，司法全面性的介入，不要说针对在野党，就司法被行政部门善用到指挥司法去做了很多你想要挡的东西，你想要办的东西，那你要放的东西，统统也不动。这个就是在这一次里面呢，他陈佩琪的话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一点，这个是普遍性大家的观感，所以为什么对赖清德的满意度一直没办法突破，好像那个就是他的天花板。2年了，美玲，陈佩琪站在他的立场，他当然没有办法原谅赖清德啊，因为这个案子其实在过程当中都一直被定调为这个政治办案的原因，是因为一直也没有掌握什么实质的证据，然后就把他关了1年，押人取供。那不管是陈佩琪，不管是小草民众党支持者，当然心里会有愤慨跟不舒服哦。那但是至于他说会要参选这件事情，我倒觉得机会不大啦。但是呢，不管他提出来说参选台北市啦，或者竹北市啦，这可能会激起民众党支持者一个凝聚啊。不过最后我讲一个啦，就是说。在这个军购的这个部分哈，我倒觉得这一次我们到最后定调了3800亿加 N 哦。不过呢，我自己也认为，我们未来内部哦，不管是党团、智库、党部或者什么人，大家什么意见，我是觉得其实要有一个平台，能不能够赶快来去沟通，把这个